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如果人类真的在高速进步，为什么我们至今连可控核聚变都还没用上？为什么物理学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像相对论、量子力学那样颠覆世界的理论？更大胆一点说，人类的进步是不是被锁死了？先别急着否认，容我慢慢给你分析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把一个1926年的人直接扔到今天，他会怎么反应？大概率会觉得自己来到了外星文明，手机可以视频通话，导航可以精确到几米，人工智能甚至能和人对话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把一个2026年的人送回1990年呢？他会不适应，但不会无法理解。电视、汽车、电话这些东西本质都还在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类文明的底层跃迁速度其实在放缓。你每天刷到的 AI、芯片、航天突破看起来很炸，但绝大多数本质上都属于工程优化，而不是基础科学革命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大多是在兑现上个世纪的理论。黑洞照片是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，引力波是相对论的预测，量子计算本质上还是量子力学框架内的工程实现，甚至连你手里的智能手机核心依然是上世纪建立的半导体物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像是在吃一顿100年前就做好的大餐，只是现在换着花样摆盘，对吧？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新的理论厨房不开火了？到底是谁锁住了人类的进步？我认为核心其实就两个东西：能量和时间。先说第一个，能量。你可以把文明理解成一台引擎，而能源就是它的燃料。燃料等级直接决定你能跑多远。人类过去200年的爆发靠的是什么？不是聪明，而是煤炭和石油。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第一次大规模释放化学能，蒸汽机、电力系统、内燃机这些看起来不同的技术，本质都是在更高效地烧东西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：第一，污染；第二，有限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，直到今天，全球能源结构里化石能源依然占比超过80%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谓的高科技文明底层依然是烧煤加烧油。你不觉得这有点讽刺吗？更关键的是，化石能源的能量密度天花板非常低，它足够支撑工业时代，但远远不够支撑星际时代。你不可能靠汽油发动机飞出太阳系，对吧？那真正的突破在哪里？答案很明确，可控核聚变。可以这样说，可控核聚变不是更高级的能源，而是维度级跃迁。给你一个具体数字，一升海水中提取的氘，如果参与聚变反应，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300升汽油。而且氘几乎取之不尽，海水中到处都是。再往大了说，宇宙中可见物质90%是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可控核聚变实现，人类的能源从有限资源竞争直接进入近乎无限供给。能源问题一旦解决，很多今天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得可行，比如大规模太空航行、行星改造，甚至星际移民。但现实是，我们在可控核聚变上卡了几十年。为什么？因为难度太离谱了。你要在地球上制造一个上亿度的高温环境，同时还要把这种等离子体稳定控制住，稍有波动，反应就中断。简单说，这不是造机器，这是在造恒星。所以第一把锁不是谁谁谁设置的，而是宇宙本身的物理门槛。再看第二个因素，时间，也就是人类寿命。这点很多人没意识到，但它可能才是最深的限制。你回头看一下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科学家，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处在知识密度较低的时代。牛顿时代，经典力学几乎是一片空白；爱因斯坦时代，物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固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用有限的知识触达了未知边界。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，知识爆炸。现在一个普通理工科学生本科4年学到的内容，已经接近过去一个科学家一生的知识量。读完本科不够，还要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。一个人真正进入科研前沿，往往已经30岁左右，而真正可能做出突破性成果，往往要40岁甚至50岁之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今天人类平均寿命大约80岁，而且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的流体智力会下降，创新能力会受到影响。
这就形成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构，前半生在学习，后半生在尝试突破，而真正有可能突破的时间窗口其实非常短。你不觉得这很像一个系统瓶颈吗？更极端一点说，如果一个人需要100年才能真正理解某个领域，但他只能活80年，那这个领域就天然被锁死。这就是第二把锁，生物学极限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科学停滞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两个变量叠加的结果。一个是能源不够，让我们无法进入更高能级的实验条件；另一个是寿命不够，让我们无法完成更长周期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突破。看我这么一分析，有朋友又要焦虑了，就这样完了？难道没有突破口？我来告诉你，有，而且已经在发生。在能源方面，全球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 ITER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，目前正在推进关键阶段。与此同时，美国、中国以及欧洲的多家私营公司也在尝试不同路线的可控聚变技术，比如托卡马克、仿星器、激光惯性约束等。虽然还没有商业化，但已经从科学问题逐步进入工程问题，这一步很关键。再看生命科学，近年来最热门的方向之一是基因编辑和抗衰老研究。比如 CRISPR 技术可以精确修改 DNA 序列，再比如细胞重编程技术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实现生理年龄逆转，还有端粒延长、衰老细胞清除，这些研究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：人类寿命能不能突破生物极限？虽然距离真正延寿100年还有距离，但方向已经打开。你可以把这一切理解为人类正在尝试撬动2把锁，一把是能源，一把是寿命。一旦其中任何一个被突破，都会带来连锁反应。如果能源突破，人类将拥有近乎无限的动力去做今天无法想象的工程；如果寿命突破，科学家的有效研究时间将成倍增长，知识体系可能会出现跨代积累。那如果两者同时突破呢？那就不是进步，而是文明跃迁，甚至可能直接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一级文明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到底是谁锁死了人类的进步？答案其实很冷静，不是阴谋，不是封锁，而是2个最基础的约束条件：能量和生命本身。但好消息是，这2把锁并不是永远打不开的。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，你觉得人类会先打开哪一把？还是说，在你这一生里，2把锁会同时被撬开？如果真的发生了，那时候的世界，你还认得出来吗？